韩国年轻人的癌症发病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暴增。我们说的不是60、70岁的老人家，而是20几岁、30几岁，正值人生巅峰的年轻人。根据韩国中央癌症登记资料库的统计，在过去5年里，韩国20多岁年轻人被诊断出乳癌、大肠癌、子宫颈癌、肝癌和胃癌的总数上升了将近 45%， 其中乳癌的增幅尤其惊人，短短几年就暴涨了 40%。而大肠癌呢，这个过去被认为是老年人专属的癌症，如今在韩国30到49岁的族群中，年增率一度冲到全亚洲第一。你可能会想，韩国医疗不是很先进吗？全民健保不是覆盖率超高吗？没错，他们的医疗体系确实全球顶尖，5年癌症存活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可问题就在这里，不是治不好，而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得癌症？这个问题，如果你深入去挖，会发现答案根本不是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它像一张巨大的蜘蛛，往饮食习惯、社会压力、生活方式、酒精文化、环境变迁，甚至过度筛检，全部交织在一起，共同编织出这场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而最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韩国的问题，它是整个东亚甚至全球年轻世代正在面对的共同困境。今天我们就来一层一层剥开这个洋葱，看看到底是什么在暗中吞噬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先从最直觉的角度切入食物。韩国人吃什么？如果你去过首尔，走进任何一家餐厅，桌上一定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菜，而这些小菜的灵魂主角是谁？泡菜。韩国有句俗话说，泡菜是半个粮食，不管多么豪华的宴席，少了泡菜就像少了半条命。根据统计，韩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36公斤的泡菜，换算下来差不多每天100克。这是什么概念？几乎每一餐都在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吃，甚至宵夜配烧酒的时候还是在吃泡菜。泡菜本身其实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食物，它富含乳酸菌，每公克的菌量高达数十亿，这几乎和优格的国家标准一样高。乳酸菌能够抑制肠内坏菌，维持肠道菌丛平衡。从这个角度看，泡菜甚至还被美国健康杂志评为世界5大健康食物之一。可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量和配嚼。泡菜的本质是腌制食物，含盐量偏高。发表在世界肠胃病期刊上的医向韩国研究明确指出，过量食用泡菜是胃癌的风险因素之一，因为泡菜中的高盐分和其他成分在发酵后会增多，进入人体后会产生 N 亚硝基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已经被证实具有致癌性，而长期大量摄取高盐食物会直接损伤胃壁，增加胃部致癌物的作用，还会促进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什么？它是胃癌最主要的风险因子之一。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数据，全世界胃癌发生率最高的国家第1名就是韩国，第2名蒙古，第3名日本，第4名中国大陆。你会发现这4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特质，他们的饮食文化中都大量使用腌制和高盐食物。韩国有泡菜，日本有渍物和味噌，中国有榨菜和酱瓜，蒙古则有各种腌制肉品。所以泡菜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但它绝对是韩国胃癌高发的重要推手。然而泡菜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让年轻人癌症暴增的是整个饮食结构在过去3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有没有注意到，韩国的年轻人现在吃的东西和他们父母那一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1961年到2021年的60年间，韩国的肉类摄取量暴增了19倍。19倍是什么概念？日本同期只增加了7倍。韩国的饮食西化速度在全亚洲几乎是最快的。炸鸡配啤酒成了国民美食，烤五花肉配烧酒成了社交标配，各种素食、加工肉品、便利商店、便当充斥着年轻人的日常。韩国30到49岁的成年人中，加工肉品的消费量在过去20年显著上升，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把加工肉品列为1级致癌物和香烟、石棉、
放在同一个等级位。什么？因为加工肉品中含有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作为防腐剂，这些物质在肠道中会转化为 N 亚硝基化合物，直接损害 DNA， 诱发基因突变，从而推动癌症的发生。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每天只要吃50克加工肉品，大约等于2片火腿或1根半香肠，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就会增加 18%。而韩国年轻人吃的可不止50克，一顿韩式烤肉下来，五花肉加培根加香肠加各种腌制肉品，一个人轻轻松松就能吃下200-300克，再配上一瓶又一瓶的烧酒，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关键因素——酒精。韩国的酒文化有多疯狂？这么说吧，韩国是全亚洲烈酒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韩国成年人的年均酒精消费量长期位居亚洲前列。而且韩国的饮酒文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它不是可选项，而几乎是一种社会义务。公司聚餐要喝，升职庆祝要喝，客户应酬要喝，同事压力大要喝，失恋要喝，开心也要喝。韩语里有个词叫会食，基本上就是一起喝到烂醉的委婉说法。而且韩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长辈倒酒你不能拒绝，老板敬酒你更不能不喝。年轻人在这种文化下，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大量饮酒。韩国大学的新生欢迎会、社团活动、MT 旅行几乎都以喝酒为核心，而且他们喝的不是什么低度数的啤酒，而是酒精含量 17% 到 20% 的烧酒，一瓶接一瓶递前。有些聚会甚至发明了各种炸弹酒的喝法，把烧酒倒进啤酒里，一口气灌下去。酒精有多致癌？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07年就已经把酒精列为第一类致癌物。注意，不是可能致癌，而是确定致癌。全球研究一致证明，经常饮酒会增加口腔癌、咽喉癌、喉癌、食道癌、肝癌、乳癌和大肠癌的风险。2021年发表在《刺胳针肿瘤学》期刊上的研究指出，全球2020年所有新发癌症病例中，约有74万例可归因于饮酒，占了 4.1%。 酒精致癌的机制是这样的，酒精进入人体后，肝脏会先用一种叫做乙醇去青霉的东西，把酒精分解成乙醛，然后再用另一种叫做乙醛去青霉的东西，把乙醛分解成无毒的乙酸。问题在于，乙醛本身就是一种一级致癌物，它会和 DNA 结合，诱发基因突变，产生大量自由基。而东亚人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基因特质，大约 20% 到 25% 的韩国人体内的乙醛去青霉功能不全，也就是所谓的酒精不耐症。这些人喝酒后，乙醛无法被及时清除，会在血液中大量累积，所以他们喝完酒会脸红、心跳加速、头痛头晕。很多人以为脸红代表代谢好，大错特错，那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致癌警报。研究显示，有酒精不耐症的人，如果每天喝2杯红酒，罹患食道癌的风险比不喝酒的人高出50倍。而韩国年轻人喝的量远远不止2杯红酒。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高盐腌制食物、大量加工肉品和疯狂的饮酒文化这3把利刃，但故事还没完，因为接下来的因素可能比食物和酒精更加致命，那就是韩国年轻人面临的压力。韩国社会的竞争压力有多大？这么说吧，韩国的年轻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放在一条永无止境的竞争跑道上，从幼稚园开始补习，小学拼命学英文和数学，中学为了考上好大学，每天读书到凌晨2-3点，大学毕业后又要面对全球最残酷的就业市场之一。韩国有个说法叫 SKY， 指的是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如果你考不进这3所学校，在很多韩国人眼中，你的人生就已经输了一半。这种无穷无尽的压力带来了什么？睡眠不足、运动缺乏、饮食不规律，以及无处不在的精神焦虑。韩国国民健康营养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里，韩国各年凌晨的运动量都在显著下降。
年轻人每天坐在书桌前或电脑前的时间越来越长，体力活动越来越少，而缺乏运动已经被科学证明是大肠癌等多种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更令人担忧的是肥胖问题。随着饮食西化和运动减少，韩国年轻人的肥胖率在过去20年大幅攀升，而肥胖和癌症之间的关联已经被无数研究证实。超重会导致体内雌激素水平升高，增加乳癌风险；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增加大肠癌和胰脏癌风险；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进而增加肝癌风险。根据估算，肥胖可能占到 60% 的子宫内膜癌、36% 的胆囊癌、33% 的肾脏癌和 17% 的胰脏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在2026年2月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中指出，年轻成年人癌症发病率的上升和肥胖率的攀升有着强烈的正相关。研究者之一的宇金教授直言，肥胖、西方饮食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些风险暴露可能正在向更年轻的族群转移，而且年轻族群可能还暴露在一些我们尚未识别的新型致癌因素中。说到新型致癌因素，就不得不提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东西——含糖饮料。韩国和整个东亚的年轻人在过去10几年里，含糖饮料的消费量呈现爆炸式增长。珍珠奶茶、果汁、碳酸饮料、各种瓶装甜饮已经成为年轻人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揭示含糖饮料和癌症之间令人不安的关联。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每日饮用2杯或以上高糖饮品的人，罹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明显偏高。高糖摄入导致肥胖，肥胖又回过头来推高癌症风险，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但如果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就太天真了。因为韩国年轻人癌症暴增还有一个非常吊诡的面向，那就是过度筛检。等等，筛检不是好事吗？越早发现不是越好吗？理论上是的，但现实比理论复杂得多。韩国在1999年推出了全国癌症筛检计划，这是全世界最积极的癌症早期筛检体系之一，其中包括胃镜筛检、大肠镜筛检、乳房 X 光检查、子宫颈抹片，以及一个后来引发巨大争议的项目——甲状腺超音波筛检。结果发生了什么事？韩国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在20年间暴增了15倍。15倍，一般来说，癌症增长率超过 50% 就已经很可怕了，15倍简直是匪夷所思。但奇怪的是，虽然发病率飙升，死亡率却几乎没有变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绝大多数被诊断出来的甲状腺癌患者，其实一辈子都不会因为这个癌症而死。医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过度诊断。病理学家早在1947年就发现，在尸体解剖中经常能发现死者体内有甲状腺癌，但它根本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研究还发现，超过1/3的成年人体内都有微小的甲状腺乳头状癌，但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会出现任何症状。韩国因为在全国推广甲状腺超音波筛检，大量侦测出了这些本来不需要治疗的微小肿瘤。结果数以万计的韩国人，很多是年轻人，被告知自己得了癌症。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接受了本不需要的手术和治疗。有些人甚至因为手术切除甲状腺后，需要终身服药。2014年，韩国医学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关于甲状腺癌过度诊断的大辩论。之后，筛检率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随之骤降。但如果你把甲状腺癌从韩国的总体癌症数据中移除，你会发现其他癌症在年轻人中的真实增长率依然触目惊心。同样的逻辑也部分适用于其他癌症。韩国的筛检体系非常完善，将近 48% 的40多岁韩国人自行接受过大肠癌筛检，很多人在息肉阶段就已经把病变切除了。这也意味着筛检本身会发现更多早期癌症，让统计数字看起来更高，但这不代表年轻人的癌症问题只是统计假象。因为扣除筛检因素后，
年轻人中大肠癌、乳癌、胰脏癌等癌症的发病率依然在真实地上升。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在驱动？2025年12月发表在医学期刊上的一项韩国全国性研究，使用了从1999年到2020年长达21年的癌症登记资料，进行了一种叫做年龄、时期、世代分析的研究。这种分析方法可以把年龄效应、时代效应和世代效应区分开来，结果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越晚出生的世代，癌症风险越高。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年纪到了所以得癌症，而是因为你属于这个世代，你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本身就让你比上一代人更容易得癌症。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世代暴露在推动这一切？科学家们目前最有力的假说指向几个方向。第一，饮食西化带来的肠道菌群变化。我们的肠道里住宿以造剂的微生物，它们不仅负责消化食物，还深深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高糖、高脂、高加工食品的饮食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减少有益菌，增加有害菌，导致慢性低度炎症。而慢性炎症已经被证实是癌症发生的重要温床。第二，环境中的化学物质暴露。现代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化学物质比任何一代人都多，塑化剂、双酚 A、农药残留、空气污染中的 PM2.5、各种食品添加剂，这些东西以微量但持续的方式进入我们体内。单独来看，每一种的剂量可能都在安全范围内，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长期累积效应，目前科学界还是远没有搞清楚。韩国作为高度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国家，年轻人从胎儿时期就开始暴露在这些化学物质中。第三，抗生素的过度使用。韩国是全世界抗生素使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抗生素会大规模杀灭肠道中的细菌，包括那些对我们有益的菌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抗生素使用和日后罹患大肠癌的风险之间存在关联，而韩国的年轻世代恰恰是在抗生素被大量使用的环境中长大的。第四，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压力对免疫系统的影响。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持续升高，而皮质醇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我们的免疫系统每天都在默默清除体内出现异常的细胞，包括那些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细胞。当免疫系统被长期压力削弱时，这些异常细胞就有了逃脱监控、发展壮大的机会。韩国年轻人承受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比较压力，在全球都名列前茅。韩国的自杀率长期位居经合组织国家第一，这本身就是社会压力的一个极端指标。把这些因素全部加在一起，你会看到一幅令人心碎的图景。韩国的年轻人从小在极度竞争的环境中长大，睡眠不足，运动不够，靠便利商店便当和速食填饱肚子，用含糖饮料提神，进入职场后被迫餐，加一场又一场的会食酒局，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和自我的巨大压力，身体在慢性炎症和免疫抑制中日渐消耗，然后某一天，一个细胞的基因突变没，有被免疫系统清除，它开始不受控制的分裂，癌症就这样在一个20几岁或30几岁的年轻身体里悄悄萌芽。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韩国同时也是全世界癌症存活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的胃癌5年存活率高达 74%， 远超中国的 36%， 大肠癌的5年存活率也名列前茅。这背后是韩国从2004年起就开始推行的全国性大肠癌筛检计划，以及更早就开始的胃癌和乳癌筛检。正因为筛检够早够广，很多癌症在早期就被发现并治疗，大幅提高了存活率。事实上，韩国大肠癌的故事是一个先恶化后改善的经典案例。从1995年到2011年左右，韩国的大肠癌发病率一路飙升，一度冲到全球第2。但从201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筛检计划的效果逐渐显现，发病率开始掉头向下，每年以5%到8%的速度下降。
到了2020年，韩国的大肠癌发病率已经降到每10万人 27.2， 从全球前几名跌到了30名开外。这个逆转给了全世界一个重要的启示：癌症不是不可逆转的命运，只要筛检够早，介入够及时，很多癌症是可以在萌芽阶段就被消灭的。美国在2021年已经把大肠癌筛检的建议年龄从50岁降到了45岁，2024年又把乳癌筛检的建议年龄降到了40岁。韩国的经验正在推动全球将筛检年龄进一步下调，但筛检只是治标，要治本就必须从根源上改变那些正在让年轻人得癌症的生活方式。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多难？在一个每天工作12小时，被绩效考核追着跑的社会里，你要年轻，人规律运动；在一个老板敬酒不能拒绝的文化里，你要年轻人滴酒不沾；在一个便利商店比健身房还多10倍的城市里，你要年轻人自己煮健康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韩国年轻人癌症暴增的背后原因太真实，因为它折射出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不只是韩国，台湾的大肠癌发病率目前已经超越韩国，高居亚洲第一。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甲状腺癌和乳癌发病率也在快速攀升，日本、新加坡、香港情况大同小异。2026年2月，哈佛大学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的研究团对共同发表的全球分析显示，有6种癌症在年轻成年人中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老年人。其中大肠癌在年轻族群中以每年 4.2% 的速度增加，而在老年人中反而在下降。这个全球性的趋势强烈暗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生活的方式正在系统性的提高我们的癌症风险。不是某一种食物、某一种习惯、某一种压力的问题，而是整个生活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做的太多，动的太少，吃的加工食品太多，新鲜蔬果太少，喝的酒太多，睡的觉太少，承受的压力太大，接触的化学物质太杂。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像温水煮青蛙，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改变了我们身体内部的环境，让癌细胞越来越容易找到生长的土壤。所以我们到底能做什么？说实话，作为个体，我们能做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多。第一，减少加工食品和腌制食品的摄入量，泡菜可以吃，但不要每餐都吃，每天都吃。烤肉可以偶尔享受，但不要把加工肉品当作日常主食。第二，控制酒精摄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表示，饮酒酶有安全剂量。如果你喝酒会脸红，那更要特别注意，你的身体正在告诉你，它无法有效清除致癌物乙醛。第三，保持规律运动，不需要每天跑马拉松，每天30分钟的中等强度活动，就足以显著降低多种癌症的风险。第四，维持健康体重，肥胖是多种癌症的独立风险因素。第五，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管理压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保证充足的睡眠，维护心理健康。最后，如果你在韩国或者台湾或者任何有完善筛检体系的地方，请不要忽视定期筛检，尤其如果你有家族癌症病史，或者你的生活方式属于高风险群体，提早做筛检可能会救你一命。大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症通常需要10到15年，这意味着你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窗口，可以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韩国年轻人癌症暴增的故事，表面上是一个医学问题，但骨子里是一个社会问题。他在问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是拼命工作，疯狂加班，用酒精麻痹自己，用素食填饱肚子，然后在30几岁的某天突然被告知体内长了肿瘤，还是愿意慢下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医院里，不在药品里，而在我们每一天的选择里。韩国的数据只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影子，而这面镜子前面站着的不只是韩国的年轻人，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看完这支影片的你，今天晚上能少喝一杯酒，多睡1个小时，明天出门能走楼梯，
而不是搭电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就是你和癌症之间最重要的距离。